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，可可西里曾发生过一场因偷猎引发的浩劫，其中最为凄惨的就是藏羚羊，因为身上的软黄金险些被灭绝。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藏羚羊生活在高寒地区，但是却并不像同为高原物种的野牦牛一般，有着厚实到拖到地上的毛发。相反，它们的毛发看起来并不长，但却有着极强的保暖效果。它们背部红棕色的毛发利于吸收太阳辐射，腹部的白色的皮毛又能反射地表的寒气。但最为关键的是，它们体表的一小层细密的绒毛，能让它们在零下40度的天气中仍旧自如活动。这层羊绒纤维非常细密，直径大约在10微米左右，相当于人类头发直径的1/5，是世界上最轻最软的羊绒，弹性好且保暖性能极佳，被称为羊绒之王。每只藏羚羊身上也只有100多克的绒毛，这一小层绒毛就被称为软黄金。用藏羚羊的绒毛制成的披肩被称为沙图什，保暖性能极佳的同时还轻薄如纱，能够从小小的指环中穿过，故又被称为戒指披肩。上个世纪80年代，沙图什在西方国家成为了财富地位的象征，一条价值高达5000到3万美元。商人们谎称这些绒毛收集自藏羚羊每年夏天自然脱落的绒毛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疯狂的盗猎者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赚取金钱，选择枪杀那些迁徙路上的雌性藏羚羊，对它们进行现场剥皮，场面残忍无比。这些藏羚羊肚子里还怀着幼崽，或者刚刚生下幼崽准备返程，却因为偷猎者永久地失去了自己的生命。而那些还没长出细绒的小藏羚羊只能蜷缩在母亲的尸体旁，最终因饥饿和寒冷死去。藏羚羊在上个世纪时数量超过100万只，因为被偷猎者们大肆屠杀，短短10几年内数量就下降到了几万头，只有原先的1/10不到。而偷猎者们更是疯狂到对西藏的保护者们动手。1994年，青海省智多县的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为了保护藏羚羊，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与偷猎者们发生枪战。当人们找到他时，他仍然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，被冻成了一具冰雕，身边是几辆大卡车和上千张藏羚羊的皮。为了纪念他，青藏公路的边上建立了可可西里最早也是最知名的保护站——索南达杰保护站。一条女士的沙图什披肩需要3只藏羚羊身上的绒毛，而一条男士的披肩则需要5只藏羚羊的绒毛。可以说，每一条披肩上都沾满了洗不去的罪恶与鲜血。不过，在国家的大力打击之下，可可西里无人区已经连续13年未曾发生过盗猎案件了，藏羚羊的数量也恢复到了7万多只，全国的藏羚羊总数已经恢复到了30万只左右。在中国的羌塘无人区上，凶猛的野牦牛、呆萌的藏野驴，还有灵巧的藏羚羊被共同称为羌塘草原三剑客。在三剑客中，藏羚羊毫无疑问是身材最为娇小的，体重大约只有45到60公斤左右，只有藏野驴的1/10，更别说和体重以吨来计算的野牦牛相比了。但藏羚羊却也有着自己的优势。藏羚羊的肺部明显大于其他的高原动物，它们的鼻腔也十分宽阔，每个鼻孔里还有着一个小囊，能帮助它们吸入和储存氧气。它们的循环系统也非常特殊，人类心脏只占体重的 0.5%，而藏羚羊的心脏占据了体重的 3%。藏羚羊血液中的血红细胞是人类的3倍，差距十分明显。娇小的身材让它们的动作十分灵活，在它们4肢上方的皮下还各隐藏着4个气囊。在藏羚羊奔跑时，这4个气囊会鼓胀起来，朝着后方喷出大量气体，推动着藏羚羊向前移动，可以说是真正的喷气式前进。这也是它们在高原上依然能敏捷奔跑的原因之一。因此，即便是在缺氧的高原环境下，藏羚羊的奔跑速度也能够达到每小时80公里，而且它们的耐力非常优秀，能够连续奔跑几个小时，各种闪转腾挪更是熟练无比，是高原上当之无愧的奔跑冠军。雄性的藏羚羊头顶长着锋利笔直的长角，长度一般在60厘米左右，如同2把宝剑。2只长角十分匀称，从侧面看去就像只有一只脚一样，仅在末端稍微有些弯曲，所以藏羚羊也被叫做独角兽或一角兽。从某些方面来说，三剑客中唯有藏羚羊是最有剑客感觉的一个。每到繁殖季节，雄性藏羚羊的面部和四肢就会逐渐变黑，雄性的藏羚羊会划分自己的领地，如果有其他的雄性藏羚羊入侵领地，那么一场大战在所难免。
修长而锋利的羊角就是它们最好的武器。两只藏羚羊会低下头，用羊角相互战斗，你来我往，尘土飞扬，看起来十分激烈。稍不留心，就有可能被对方的长剑在身上戳个血窟窿。每年都会有藏羚羊在争斗中被刺中身体，刺穿内脏身亡。不过这只是少数情况，只要没有打红了眼，藏羚羊的战斗往往是点到为止，免得受伤之后被狼群这样的食肉动物趁虚而入。胜利的藏羚羊将拥有10到20只雌性藏羚羊，花费20多天完成繁衍的任务。在进入夏季后，怀孕的雌性藏羚羊就会开始迁徙之旅，跨越千山万水赶往卓乃湖和可可西里湖一带，而雄性的藏羚羊则不会参加这次迁徙，而是离开羊群四处游荡。藏羚羊的迁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3种有蹄类动物大迁徙活动之一。不过，藏羚羊的迁徙要更加的特别，它们仿佛算准了日期与距离一般，不同地区的藏羚羊出发日期和方向都不尽相同，最后却能一起抵达目的地。它们不会如同非洲角马那样先汇聚成一大群，奔跑着惊动整个草原。藏羚羊的迁徙是平静无声的，甚至它们的活动也与平时没什么区别，走走停停，躲避着野狼和棕熊等天敌，坚定地朝着心中的那个方向走去。只有从高空俯瞰，才会发现这一奇观。三三两两的藏羚羊们如同小溪汇聚成河流，河流汇聚成江海一般，逐渐汇聚成一个数量上万的庞大种群，最终抵达他们共同的目的地卓乃湖和可可西里湖附近。藏羚羊们会在这里产下自己的孩子，所以这些地方也被人称为藏羚羊的天然产房。藏羚羊的幼崽在诞生之后的几个小时内就能站立行走，随后便会跟随母亲踏上返回栖息地的道路。这场迁徙仪式来回的距离大约在数百甚至上千公里。根据多年的卫星监测显示，天然产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温暖舒适。藏羚羊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动物学家们提出一个猜测，认为这是一种集体记忆，意思是藏羚羊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迁徙，只不过世代如此。小藏羚羊在长大后也会顺理成章的认为自己应该迁徙，而一些没有去过产崽地的藏羚羊在怀孕后就不会迁徙，形成不迁徙的种群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藏羚羊们汇聚到一起生子，就算他们的天敌来到这里攻击藏羚羊，即使逃不了，也不至于造成太多的伤亡。但这种习性能挡得住野狼和棕熊，却挡不住贪婪的偷猎者们，反而导致他们成为了偷猎者的枪下亡魂。好在中国持之以恒的保护对偷猎的严厉打击之下，笼罩在青藏高原上的硝烟也终于散尽，重新变得宽广而宁静。藏羚羊的数量得到了恢复，保护等级从濒危降到了近危。不过上个世纪的惨剧依然时刻提醒着我们，对于藏羚羊的保护不能松懈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